最近的地方是不是叫天堂？哪里不用假装坚强，过得不慌不忙？如果一定要谈梦想，是有勇气流浪。可最奢望的时光，是你们在身旁。我的眼泪止不住的淌，是因为快忘了家的模样。我的伤悲督促着我成长，和一个人容易走错方向。童年印象是嘴角的上扬，是小船游荡，是奖励的那颗糖。现在慌张，是对爱的渴望，因为还有伤亡，还盼着你们的目光。我今天都告诉你，就是希望你能够知道全部的事实以后。我妈，准确的说是我姨妈，而安娜才是我的亲生母亲。我想抚养她。她死了。安娜死了？她是我妹妹的孩子，我不能不管。这是我唯一能为西然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了。我要是放弃她，我这一辈子连心都不会安的。因为我做的一切没有任何人能替代，是你让小可乐变成了现在的赫顿。我永远爱你，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。谢谢你，妈妈。等等，咱们到了。起来了。你可以生气，可以骂我，但是你不能打我。我不喜欢大海。这只是一片大海而已。你看，那海滩上的人玩得多开心啊！顿顿，你发现了吗？像俊俊、安娜，甚至是傅唐阿姨，他们经常会出现在你的梦里，让你的恐慌加倍，让你的梦变成了无数个噩梦。你一直都知道自己的问题，只是不愿从自己的梦魇中走出来。但是一味的逃避是没有用的。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？只有把这些负面的情绪扔出去，才能给快乐腾出位置。算了算了，既然我一直在梦到他们，那就梦吧。噩梦早晚有一天会醒的。既然丢不掉，就让他们跟我共存吧。你不是丢不掉，你是不想丢掉，因为你认为这是你和贺俊仅剩下的一条连接，哪怕它带给你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折磨。何顿，我陪着你，咱们一起面对它，解决它，好不好？我想俊俊也不想一直出现在你的噩梦里，对吧？慢一点。怎么样？是不是戴上了纱巾，看不到大海，就没那么怕了？
去感受它。不行，我还是不行。你先别慌，贺短，没事儿，我在呢。要不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吧。这件事情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，绝对是独一份儿。什么事儿？我以前跟你一样，也经常做噩梦。我爷爷退休以后，就回到了老家。有一年呢，我放假去看他，发现院子的客房里有一个棺材。棺材？嗯。我爷爷是一个特别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的人，他连自己的后事都安排好了。所以呢，之后我每一次看到棺材，我都特别害怕，也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噩梦。直到我爷爷去世之后，我看他躺在棺材里，我并没有那么害怕，因为直到那一刻，我才发现，我怕的并不是那个棺材，我怕的是爷爷会死，他会离开我。钱凯一，我想试试。好。何顿，听到海浪的声音，你看到了什么？俊俊，姐，姐，姐，你是不是又哭鼻子了？姐姐只是在这里见到你，觉得很高兴。姐，你头发剪短了。对啊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姐姐弄什么发型都好看。俊俊，过得好吗？好，姐姐呢？姐姐也很好。姐姐这么久，特别想跟你亲口说一声对不起。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啊？我没有怪你啊。姐，
什么？姐，你知道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吗？发明一种让人吃了可以快乐的药啊！你居然相信有那样的东西？难道不是吗？我当时是认真的，后来我才发现，世界上并没有这种药。不过没关系，你猜我另一个重大的发现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我发现，并不用吃什么药。我最大的快乐，就是看到我和你还有爸爸妈妈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姐，只要你抬头看，就会看到太阳。我会成为你的太阳。钱开义，在哪？我刚才好像看见俊举了。他说了什么？跟他说对不起。他说他原谅我了，他不再恨我了。阿端，你怕的不是海水，你怕的是海水带走你爱的人，对吧？钱开义，我爱的人还会被带走吗？不会。糖糖，身体状况还好吗？没事儿，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，上次咨询室是我太激动了，怕是吓到大家了吧？没事的，小姑娘，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是为了我们好。就是啊。该说抱歉的是我。那天你说的对，既然剩下的日子不多了，为什么不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呢？何涛，你怎么了？你看起来很苦恼，愿意把你苦恼的事情跟大家分享，让大家替你分担吗？
医生前天跟我说，要是我再不截肢，癌细胞就会转移。可是我还想打篮球，要是没有腿，我怎么打篮球啊？就算你2条腿没有了，人还在，年轻人哭哭啼啼什么？你是没见过战场上枪林弹雨，何止是断腿啊，那分分钟都是要命的事儿。赵老伯，你没有开玩笑是吧？赵老头，你平时不张嘴，一张嘴就带刀子，截肢的又不是你，你说的倒轻巧。世界这么大，这不打篮球怎么了？也可以大有作为啊！没了2条腿，就自暴自弃，像话吗？赵老伯，您曾经为国家做出过贡献，我尊敬您，但是这不代表你能对我随意的评头论足。要真比起来，你那一根破肠子怎么跟我2条腿比？这小子说什么？你信不信？老子毙了你！怎么，没说几句话就开始骂人了是吗？你不要以为你老我就得让着你，我忍你很久了。臭小子，活该做人力，这是报应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啊！臭老头子，不仅浑身恶臭，嘴巴还那么毒！来啊！你弄死我！你来啊！你弄死我！我倒冷静，起来，起来，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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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来。我才20岁，我想多活几天就必须用我的2腿这句话，我觉得不平衡，我有错吗？你没有错，核桃，你冷静一点，在这里大家都是来帮助你的。我不需要帮助。核桃，我怎么觉得你在说反话？虽然你表面上一直在攻击、在抱怨大家，虽然你一直在说你不需要大家的帮助，可我觉得你的内心是害怕过多的去依赖别人。你害怕别人关心你，对吗？不然你怎么会今天提早半个小时就到了呢？对不起大家，浪费大家时间了。你是好孩子，你的痛苦我们大家都懂的。是的，谁都有崩溃的时候，你不是一个人。就是，我们都在你这边。赵老伯，您还好吗？怎么今天情绪这么激动？上次我记得您好像都不怎么说话，这是为什么呀？对不起，年轻人，我不应该这么比较的。我是觉得老天对我不公平，无论什么骨癌、血癌、脑癌，我都可以癌变的得个够。可我生的是肠癌。医生说了，我这辈子都得带着它。我年轻打仗的时候，手下管着1营的兵，当年带着一个连突出重围。可现在，我连拉屎都不会了。这畜生都会的事儿，我却不能。人还没死呢，全身都散发着恶臭。赵叔，我以前在医院当护士的时候，经常遇到做过这种手术的病人，还经常帮他们换造口袋。赵大叔，我觉得你以前保卫国家的样子，一定特别帅气。赵伯，对不起，我刚才不应该那么激动的。其实我特能理解你，我其实不只是为了篮球，我也想像其他人一样读书、上学、找工作。我也想谈恋爱。核桃，
这才是你的真心话吧？可以。上次你让我查的那起车祸有消息了，我找到了当年办理那个案子的刘队，地址发给你，我和丽丽过去等你。好，我马上到。哎，谢谢。Hello，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你们2个约会了。约会哪有老贺重要啊，是吧？哼，走吧，这就是小区，你把车停一下。好，那一会儿见。哎。哎，老李啊，来客人了，咱们改天再下。哎，好，对，来了啊，来，坐。这位是托我找您的人啊，坐。刘队你好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哎，你好。坐。怎么着？今天想了解一下当年事故发生时的具体情况。具体的事情我倒是记不大清了，不过那天下了一场很大的雨。报告上写的嘛是意外。根据案发现场的报道，案发当天和前一天晚上一直下着大雨，地面上非常的湿滑。这年纪大了，脑子就不中用了。知道你们要来，我今天特意翻出了当年的相关记录，当然能帮到你。谢谢啊。赵老伯，身体的疼痛让你否定了自己，所以你对生活中一切都不感兴趣了，对吗？老赵，那你应该多做一点自己擅长的事情，兴许就能找到生活中的乐趣了呀。您平时都喜欢做什么呀？哦，钓鱼。钓鱼很好啊，您可以平时试着去转移自己的注意力，去钓鱼，可以试一试。那就试试吧。那接下来我想请大家分享一下，在确诊之后，大家身体跟生活上有什么变化？可以是积极的，也可以是消极的。其实这场病啊，也有它好的一面，最起码让我看到，我老公他是真的很在乎我。以前呢，他就对我也挺体贴的，但是生病之后，就更加无微不至了。那不挺好吗？可是他越对我好，我就越害怕。我就怕我这辈子都亏欠他的。其实张姐，你真的很幸运，你有儿子。可是我呢，我不仅没有孩子，可能等我走了之后，我老公都会不记得我。哎呦，大妹子，你都想些什么呀？你现在老公不是很体贴你吗？是，他现在是很体贴我，可是你想想看，我没有给他留下一个孩子，等我走了3、5年之后，估计他就把我给忘了，找别的女人生孩子去了。于大姐，其实相比您的病，您更害怕的是这个吧？是。我在医院工作了这么久，见过太多的生死了。我最明白，一个人走了之后，刚开始1、2年，大家都还会惦记着他；3年、4年，他们还会偶尔想起你。时间再久一点，就没人再记得你了，而你，只是土坡上的一把土，只剩下自己了。大家听完有什么想说的吗？那我先说吧。其实很久以前我就想过这个问题，后来我想到了一个让自己能不被遗忘的办法。我想
把我的眼角膜捐出去，然后把我的身体拿去做科学研究。小妹妹，你真这么想？嗯，我想等我走后可以帮助更多的人。小妹妹既然已经这么说了，那我也说说。我觉得吧，命是自己的，只要活着的时候开心满足，走了以后，就算全世界都翻天覆地了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呀，就趁现在好好的使唤使唤你老公，试试他到底对你怎么样。要是他真的爱你啊，就是好多年以后，在他心里啊都有你。要是他不爱你了，你现在还想着跟他生孩子干嘛呀？谢谢，谢谢。赵大姐，在我看来，好好过好每一天，尽量不要留下遗憾，就是对得起自己。香姑娘，相比较你的乐观，我惭愧。赵老伯，你也一定可以的。今天我们团体咨询就到这儿。经过这2次的小组见面，我们大家认识了彼此，也理解到大家可能有共同的遭遇。我们这个团体里面，有的人善于分享，有的人倾向沉默，有的人给予支持，有的人与他人发生矛盾。但是这都没有关系，人跟人之间本来就是存在差异与矛盾的，在这个地方反而可以帮助我们暴露问题。团体咨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但是大家不用着急，不论是倾听或是表达，只要你们在这里，就是在参与过程。相信也希望大家经过一段时间之后，都能够得到一些帮助。这段时间我很愉快，但很抱歉，因为我个人的原因，接下来的咨询我没有办法参与了。温老师，你是要走吗？但让我很感动的是，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，我就看到了大家的转变。接下来的团体咨询将由赫顿老师带领大家前进。赫顿老师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心理咨询师，请大家相信他。我突然想起了一些事。什么事儿？关于你。你刚来找我做督导的时候，我只把你当成一个容易受来访者影响、产生反移情的小女孩。现在想想，这样的想法真的是太过于片面了。温老师，我可以理解为你在变相的夸我吗？成为你督导的时候，我自认为略胜你一筹。再后来，我视你为旗鼓相当的对手，直到现在，成为你的合作伙伴，我认为是我最正确的选择。谢谢你，温老师。接下来的团体咨询交给你，我很放心。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个比我预期还要优秀的心理咨询师。我会努力的，我不会辜负你的期望。温老师，我之前有句话说错了。你没有成为像你父亲一样的人，你就是你自己。我是心理学会脑电技术专业委员会的会长温良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坦白。海事消防救援大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，我市东南海岸一处废弃港口发生了爆炸，随后引发火灾。截至目前，火情已经得到控制，暂未发现人员伤亡。据悉，警方在调查当中发现，火灾中销毁的是大量走私电子零件。初步判断，这是一起人为纵火案件。青青，你帮我看一下这个信件吧，我有点拿捏不准。你读吧，我听着。好，我叫刘葛航，我的妈妈叫孙婷，她是北川县人民医院康复科的一名护士。地震发生时，妈妈在医院上班，
他在地震中永远离开了我和爸爸。去世时只有35岁，那年我才15岁。每次我想回忆妈妈长什么样，总会看见一些血肉模糊而陌生的脸。我很想知道，她临走前是不是真的像我总看见的那些人那样那么痛苦。想起这些，我就整夜都睡不着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之所以能看见那些景象，之所以那么害怕一切跟地震有关的事情，是因为我生病了。现在我在努力地接受咨询师的帮助，走出这个痛苦。我不想再逃避，可我一点都想不起来妈妈的样子了。如果当时有跟她在一起，或者知道她情况的，可以联系我吗？我知道希望渺茫，但我还是很想知道有关她的一切。所以我们想向广大群众朋友征集她当年的消息。她叫孙婷，是一名北川县人民医院康复科的护士。如果有消息，可以联系心扉夜话栏目组。谢谢大家。你是想把这个故事加进下一期主题吗？但是什么呀？这么好的故事，想做就做呀。怎么了？我总觉得这个故事和我们被时间遗忘的爱人这个主题有点不太符合。爱人，我觉得不一定非得是情侣啊。你说的对，是我钻牛角尖了。那我赶紧把这个信件复印一份，然后把内容整理出来。回去。哎，别忘了打电话跟前东商量商量啊。没问题。事故发生的时间是凌晨2点。我只是觉得有点奇怪，这车站附近的车速应该不快才对，怎么会发生这么严重的车祸呢？按照老刑警的说法，事发当天雨很大，路面湿滑，行人跟司机的视线都比较模糊，车速也不好控制，所以难免会发生意外。那警方是怎么联系到家属的？孩子呢？在里面。还是没说话。对。行，我知道了。那这样，你先去吧。好。叔叔呢是警察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妈妈叫什么名字？那，你爸爸呢？这个电话能打吗？那咱们打一个给你爸爸妈妈好不好？喂，呼叫80756，呼叫10遍。对，再见。这是打给爸爸吗？那肯定是在呼你妈妈。那咱们现在再呼一下你爸爸好不好？喂，呼叫31319，呼叫10遍。家里头的电话你也记得对吧？还好是小可乐背出了家里电话，才联系到死者家属，确定了死者的身份。那么小的河顿就要经历这些事情。当时是意外吗？我问了，那个老刑警说
事发当天雨很大，虽然周围人很多，但大家不是穿着雨衣就是撑着雨伞，谁也没看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那有查到是自杀还是他杀？首先一点，排除了自杀的可能。根据死者姐姐的叙述，死者生前虽然感情受挫，但他姐姐对他挺好的，吃住生活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再加上死者是带着行李带着孩子去赶汽车，说句不该讲的，如果非要自杀，没必要这样。我是在想，这安娜的人际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？她是不是和人发生过冲突啊？死者生前的人际关系非常简单，没有太多感情纠葛，也没有跟谁结过仇、结过怨，朋友很少。他的行踪只有他姐姐知道，还有他姐姐当时的未婚夫，这2个人都有不在场证明。那警方后来有联系过孩子的父亲吗？哎呀，你快说呀，到底发现了什么？是不是其实那个男人在现场？是不是他推了安娜？这个男人2个月前已经出国了。什么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海丰国际广播电台都市情感心理节目《心扉夜话》，我是你们的情感聆听人阿姨。在今天节目的开始阿姨想分享一则遗憾的消息。在我们节目组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努力和寻找，最终我们还是没能找到安娜。我知道大家在热烈而自由的安娜身上呢，寄托了很多美丽的愿望，包括我在内。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安娜过得怎么样，她开心吗？小可乐呢？她有健康快乐的成长吗？但安娜的故事戛然而止，我相信这对很多听众朋友来讲都是个遗憾。为了弥补这个美丽的遗憾，我们为安娜和小可乐的故事续写了结局。今天就由我来为大家分享。安娜仍然背着吉他，牵着小可乐游历在繁华的闹市，寻找自己的爱情。在故事的最后，她终于在港口找到了出海归来的小军。小军告诉她，自己当年并没有不告而别，而是寄了一封信给安娜。小军寄给安娜的那封信，经过千山万水，最终却没能到安娜的手上。而安娜经过了千山万水，终于等到了属于自己的小军和幸福的家庭。这是哪儿啊？一会儿进去你就知道了。哦。到了。顿顿，想起什么来了吗？我好像看到他了。你看到了什么？顿顿，相信我。
锦衣醒了，跟妈妈走好不好？听风的旋律缓慢坠落，树叶的声音，看阳光清晰，匆匆经过你的身影。那深藏心里的小秘密，那忧伤却美丽的雨季，那总该面对不舍的别离，那些点滴，那些回忆，那支跟你借没还的笔，那些不懂装懂的问题，那次不经意看到的叹息，那些点滴，那些回忆，都要你，都是你。